大家好，今天来聊聊国内的机器用 Docker 的一种情况。国内国外其实都一样啊，只要你有科技烂的脚本呢，它是动态的。大家可以来到博客这边呢，选择我们的一键脚本啊，这个脚本快1年了，也感谢这1年来大家对脚本的一些支持，很多小伙伴已经用上了，包括像大家手上用的 NAS 啊、群晖啊，我看也有小伙伴在用，做内网穿透反带的都用上了，但是我具体呢不太了解那个是怎么运作的。是这个帖子啊，你们能看懂吗？反正我是看不太明白，他用了我这一套反向代理的功能。这么多域名都已经反带了，并且版本是最新的，只要装 Nginx 就可以了。我们就来聊 Docker 吧。拿到一台国内的 Linux 机器运行烂的这个脚本，你就用这个就行了，专门是针对国内环境去使用的，因为国内环境和国外环境可能还存在一些差异，用上了这个脚本了。然后我们选择6，最好的话，你当前如果机器上有 Docker 环境，或者说你的 Docker 环境可能最近用不了或者怎么样，那你就可以选择1来重新安装一下。它是分系统的，我这边是 Alpine Linux， 你如果是 Debian 无版图 CentOS 的话，它会走官方的那一套脚本来给大家安装。那我这边是装好的，装好以后你选择2，你就可以看到这块的版本号 Docker Compose 的版本号，你的镜像，还有这些启动容器。因为我在这边国内有备案的一个网站，用的我现成的 LDNMP 的一个方案，容器会比较多，可以在这里头就装一些 Docker 的项目，比方说你们熟悉的这种 OnePanel 啊，也都是可以的。我们选择11，这边的种类就会很多了，包括我们这个 OnePanel 啊，就是 Nginx Person Manager， 你也可以去尝试。还有我们 Alice 啊 QB 啊，我们装一个 QB 看一下行不行。我们这边呢选择 Y 进行安装，它就开始拉取镜像了。那这边是可以正常的去拉取镜像的。QB 的话，一般我会缓存一些 DT 的离线下载的一些文件，会比较方便一点。那这样就下载好了，上面的直接访问这个端口就可以了。我们已经来到了 QB 的运行窗口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用户名、它的密码，点击登录。网页版 PT 下载工具一样的这种界面，我们可以添加一些磁力链接在这个地方，下载到服务器上，转换到你的本机就比较快了。如果你说你是 NAS 群晖之类，我相信应该是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在运作，也在本地查看，速度也是非常快的。装好以后呢，我们再选择8的话，它就不会再次安装了，它就会把对应的网址直接弹给你，就告诉你直接登 IP 加端口就可以了。你可以对这个软件进行更新，也可以对这个软件进行卸载。所有的这里的应用，你都可以按这种逻辑去理解。APanel 还有 OnePanel 啊，这些呢可能有所区别，其他的基本上都是 Docker 统一的应用框架来支撑的。这个是我们现成的给大家准备好的。那有些小伙伴呢是自定义的，那怎么弄？我们选择6，看一下3容器管理，添加一个新的容器，选择1。我们找到一个类似这样的格式的 Docker run-d 这种格式的，就是我们标准的 Docker 部署命令。用的这个例子呢是一个挂流量的，我直接复制。大家有自己自定义的 Docker 项目，那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直接粘贴到这儿回车，它就开始进行部署了。好，部署好以后呢，它就自动的就到上面来了，就是这个项目 CMD。如果不喜欢，我选择4，我要把这个容器删掉，输入名称，那我们就直接复制它，右键进来，这就被删掉了。增删改容器都是非常方便的。那我们如果想看一下容器的网络，你选择13，把你容器所在的网络这个 IP 都可以显示出来。你可以查看某一个容器的日志，比方说 Fedora 的日志，我们选择12。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去查，你看到吗？我们不想操作了，选择0，选择4，我们看一下，单独铺一个镜像下来，选择1，获取镜像名。那我们只要输入一个镜像名称就可以了。这边呢，我们就输入一个 MongoDB， 看能下载下来不？回车，然后它就用 Docker Pool 的这种格式去拉取镜像。所以这个其实不需要你有很强的 Docker 命令的记忆能力。你只需要有一个这样的页面，完成大部分 Docker 的使用。一般 Docker Pool 呢，就是说我暂时不用，我可能要先把镜像拉取下来，再进行部署。好，镜像下载好以后呢，它就快速的进入到镜像队列里。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想要它了，你可以选择3，可以把它卸载掉。
输入刚才的这个镜像名称 MongoDB， 它就删掉了。比方说这个我也不想要了，你也可以选择3，输入后面的这个 ID 也可以，对，它也可以把它删掉。里面的这些功能呢，你也可以去尝试。我们选择9看一下，这边呢现在定义了一个加速源，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 Docker 仓库地址 Ctrl X 就退出。退出的时候，它会顺带着重启一下 Docker。这一系列的操作呢，其实在这个6的 Docker 管理器里头都能满足大家的日常的一个需求。如果大家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补充的话，欢迎给我留言，我有可能会把对应的功能加上来，更方便大家去使用 Docker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对 Docker 环境以及定向容器部署等相关操作的一个展示，立志于方便大家更好的去使用 Docker， 来给我们工作生活上带来诸多便利。今天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